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改变世界的组织——比尔德伯格。那么，我们未来的世界将如何发展呢？多年以来呢，关于秘密社团和影子组织控制全球事件呢，谣言四起，但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他们权力的范围是多少。直到事情发生之后呢，人们才能够反应过来，原来一切所发生的大事件的背后呢，都是有人控制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就是已故的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自由记者迈克尔·约翰逊呢，在某期刊发布的《世界影子组织》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其实迈克尔一直对边缘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但当他开始进一步调查的时候呢，他偶尔发现了一个阴谋论。该阴谋论呢，就说要通过研究呢来瓦解底层的社会结构。结果呢，迈克尔就发现呢，该秘密组织呢确实存在。多年以来呢，这些团体的成员一直在慢慢的巩固权力。目标呢是控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增长呢，世界各地的混乱和动荡呢也随之增长。经济崩溃政府垮台，个人的想法呢也随之增强。没有所谓的真正自由，而人人呢都会受到监视。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存在。那他们到底是谁呢？事情呢就发生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的一家豪华城堡酒店里。当时呢，一对豪华的轿车运送世界的一些领导人、亿万富翁，像是基辛格默克尔、扎克伯格、索罗斯、盖茨这样的世界权力的尖客以及皇室成员，他们一起呢参加1年1度的皮尔德伯格会议，也称之为光插会的一个聚会嘛。那皮尔德伯格声称呢，这只是一个讨论欧洲和美国问题的一个会议，他们不能够保留会议的记录，也不允许媒体记者呢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所以里面的成员必须都宣誓保持沉默，不会呢对外讲出会议的内容。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创造一个秘密政府并奴役人类的时候呢，你最好保持沉默嘛。这就是皮尔德伯格集团的一个理论了。他们希望创建一个拥有全球单一的监控的一个理论，包含货币媒体当然也包含世界上某些不能够报道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呢，他们不是组织者和媒体之间的阴谋，他们只是呢证实了许多人的观点而已。它就是皮尔德伯格会议隐藏议程的一个主要目的了。他们是想实现一个不民主的世界政府。如果你仔细观察呢，你就会发现一些暗示但不是很明显的一些证据。比如呢，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通常在皮尔德伯格会议结束之后居然发生了。比如在2019年的6月呢，比尔德伯格会议举办研讨关于亚洲和世界稳定战略秩序以及气候变化等相关议题。而紧接着呢，居然在2019年的12月呢，就毫无预警的爆发了 COVID-19。他们说实际上早在10到11月就已经有些迹象了。这件事情当时震惊了世界。难道你以为他们是真正的关心环境，还是他们想要重塑全球的经济和秩序呢？那关于社交媒体的审查和对错误信息的担忧呢，也在皮尔德伯格会议后愈演愈烈。这是巧合还是故意控制的一种论述呢？那关于之前的世界经济崩溃呢，比如说在2008年呢，出席皮尔德伯格会议的有很多的银行高管人说，他们说当年是异常之多。但是几个月之后呢，全球经济瞬间就几乎崩溃了。那当时的美国政府呢，花费了15万亿美元救助银行和企业。而那些高管们却都获得了高额的奖金，而倒霉的是这些纳税人为这次经济崩溃来买单。这些数字呢，在华尔街都是可以看到的。而美国所有的银行拨出了近200亿美元用于奖金和补偿福利，甚至高盛呢，在政府救助之后呢，经历了惊人的反弹。而今年呢，他们已经花费了将近120亿美元。这些事情的背后，大家仔细想想，有没有曾经收到过有些银行的感谢信呢？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呢，在危机后也出现并改变了金融格局。那最终呢，从穷人到富人到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不依赖公司、银行以及政府的货币。你只需要一部智能的手机就可以和网络连接，就可以设置这些数字货币，并开始交易了。而比特币呢，就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呀。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是奇怪呢？它是突然之间出现的。而加密货币呢，是一种没有中心化控制、透明、公平的一个金融系统。而比尔德伯格虽然是支持数字货币当然他们呢也想控制它。人工智能呢，一直都是比尔德伯格的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几年呢，突然之间人工智能的开发和投资呢呈爆炸式的增长。目前呢，他们正在考虑投资100亿美元在 ChatGPT 上。但这些创新是为了帮助公众还是控制公众呢？
如果比尔德伯格呢想要创建一个世界政府，他们需要有影响力的人来执行他们的计划，而他们需要政治家，尤其是野心勃勃的那些政治家，因为野心勃勃的人最容易操控嘛。这就是比尔德伯格建立团队招聘的一个重要组织的一个部分，他们是为更大的目标在招聘的。记者迈克尔呢，他就表示，全球对单一数字货币的推动正在加速。与此同时呢，像比特币这样的老牌加密货币呢，正在遭受虚假宣传攻击以及诽谤。他就发现呢，一种名为 Unit Coin 的这个集中式数字货币呢，居然被提了出来，而且他承诺稳定、安全、监管监督。但是奇怪的是，比特币已经是稳定、安全且受监督的呀。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个 Unit Coin 呢？宣传就说呢，使用这个 Unit Coin 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将被跟踪和记录。而每一次购买呢，无论多少价格呢，都会通过用户的全面数字档案呢做出记录。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购买记录呢将会形成一个非常精准的数字指纹，并记录下每个人的个人习惯信仰、潜在的行为等等。甚至该演算法呢可以以惊人的准确呢预测某个人是否会根据其数字指纹参加任何的反抗活动等等，其影响力呢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某些物品或者是消费的模式被认为对新世界秩序构成了威胁呢，那个人呢可能会突然被从这个 Unit Coin 的系统中被切断，从而使这些人成为经济的弃儿。但监视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果你有任何反政府的倾向的话，那些执法机构呢可能就会用这些数字资料来搜查和逮捕你，并拿出合理性。所以在未来，如果你的数字指纹与被视为对国家构成威胁的人相似的话，那么根据算法的关联呢，你将被视为可疑和有罪的。所以在未来，我们的人身自由呢，正在以安全和公共卫生的名义呢被侵蚀，甚至打着任何全球和谐的相关法案的名号。所以对迈克尔来说呢，这根本就是对全球造成危害的一个巨大危险信号。当迈克尔把这些所有的信息点关联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件事情是以某种方式与比尔德伯格会议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启动全球治理的推动，以及媒体的整合，甚至教育的转变都有关联。他说，他就发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突然就灌输了默许这个新世界的这种思想。对全球来说呢，都被灌输了这些新世界的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背后实际做到的呢，就是集权控制。而众所周知呢，比尔德伯格会议可以将那些无名小卒呢，都变成全球的强者。比如说英国的前首相，俗称铁娘子的玛格丽特，和英国的前首相呢托尼布莱尔都是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参加过这个比尔德伯格会议后不久呢，他们居然就成为了总理。而德国的女政治家安格拉默克尔呢，并不出名。当时她在参加完比尔德伯格会议几个月之后呢，她就一跃成为了德国第一位女总理。还有法国的马克龙呢，从银行家直接升任了总理。意大利的罗马诺·罗迪呢，从教授直接升到了总理。西班牙的议员佩德罗·桑切斯呢，未经选举就直接成为了西班牙的首相。挪威的斯图尔滕贝格呢，从工党成员直接就成为了挪威的总理，又成为了现在的北约秘书长。原来的比尔德伯格呢，是覆盖了整个欧洲，而现在呢，他就调查说，在91年开始呢，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呢，也出现在比尔德伯格会议上。但几个月后呢，克林顿竟然宣布竞选总统，而且在93年呢，他就成功的入主了白宫。在08年的时候呢，奥巴马与希拉里呢激烈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竞选期间呢，奥巴马参加了比尔德伯格会议，这引发了疑问：为什么这位没有经验的政治家要与全球的精英混在一起呢？没有人知道当时。但几个月之后他居然赢得了总统的职位。一位鲜为人知的女议员克里斯汀参加了2018年的比尔德伯格会议之后呢，她竟然成为了关键的美国参议员。就这些案例，他们全部都是以这种模式在运行。也许呢，比尔德伯格呢只是对人才有敏锐的眼光，那也许呢，这些人如此迅速的能够崛起，都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聪明，或者说他们是被精心的挑选出来，在一个更加适合的这个秘密组织中担任了角色呢。所以比尔德伯格集团呢，他们是专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的。但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呢，你需要影响世界各国。所以有传言就说其实这个比尔德伯格呢，只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其背后呢是一个没有人真正了解的，但具有强大全球影响力的一个组织，他们叫三边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呢，是由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主要是加强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合作关系为目的。当时
这个迈克尔记者呢，在调查之后，他居然发现在未来全球数字货币呢，都是由这个 Unit Coin 以主要的形式在交换和交易了。那些曾经抵抗这个 Unit Coin 的人呢，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无法获得基本的服务。曾经被严密捍卫国家边界的那些呢，正在被瓦解。而新成立的全球理事会呢，现在比联合国居然更有影响力。而记者迈克尔呢，对其成员调查呢，就揭示了其世界企业的巨头和暗中的智囊团的联系，以及他们的网络，并证实了他们对这个新世界秩序是有一个真实性的。而且呢，他开始更加深入的怀疑和了解他们。最令人震惊的是，经过这个记者迈克尔的调查呢，他就发现这个新世界秩序呢，他们即将推出一个和谐芯片。他说这种芯片植入体内的芯片也就跟1厘米大小差不多，被誉为是现代技术的一个奇迹。它提供了更好的健康安全，就是说你的生命体征会受到24小时的监视，你的位置呢是24小时被定位的，你的身份呢是不可能被窃取的。虽然不是强制性的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植入但是采用这个芯片的社会舆论压力呢，以及名人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呢，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个芯片给他们带来的那个便利和好处嘛。他说届时呢，新闻片段呢会强调芯片给健康以及测试功能带来的好处，能够挽救生命，以及一些暖心的故事的发展。所以呢，一些雇主呢就可能开始鼓励他们的员工来植入芯片了，暗示那些遵守的人呢会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而学校呢也实施了基于芯片的系统，从出勤到午餐到付款呢，都利用这款芯片来支付了，让那些没有被植入芯片的孩子呢会感到被冷漠。所以呢，渐渐的大家呢就都会慢慢的都植入芯片了。而那些表示自己害怕植入芯片的人呢，都会被贴上偏执狂或者是阴谋论者的标签。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人都会一个个开始植入芯片，并告诉你呢，情况其实也没那么糟，或者是也不用反应过度了，大家都植入了。他说，但未来呢，渐渐大家就会发现使用和谐芯片的人的行为呢，居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他们呢开始自我审查，更顺从权威了，更温顺了。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和谐芯片的真正用途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被动的跟踪装置，它还可以影响情绪、行为，并通过使人体释放某种激素和化学物质呢，最终控制人类。而记者迈克尔呢，就在期刊上揭露了以上的这些阴谋论以及他的猜想的时候呢，他的同事居然警告他说不能够继续再这样揭露了，你会有麻烦的。与此同时呢，迈克尔就发现他真的是有麻烦了。他的住家附近呢，总是停着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箱型汽车。于是呢，他就开始内心感到不安。而迈克尔呢，也开始将他写的这些报道与内容呢，全部都加密放在自己的随身硬碟之中。他知道他也许是受到监控了。我们上面还不是提到了那个三边委员会吗？其实这个委员会呢，他就表示其目的是促进国际的一个合作，但有证据表明呢，它有一个更黑暗的议程，即是建立一个由少数人控制的全球政府。他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一点。该委员会呢是于1975年发布的报告，就指出美国主要的问题呢是民主过度，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你需要消除边界和国家的主权。而这个委员会就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而政府呢可以通过一体化相互依存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所以欧盟到处都有委员会的人。而三边委员会呢，希望在世界各地实现自由贸易。为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呢，使用单一货币呢是更有帮助的。而欧元呢是于1999年创立于目前的20多个国家的官方货币，并在另外的13个国家被接受。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和同事呢，他们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留下了印记。比如说一些关键人物罗伯特·鲁宾、蒂莫西·格纳、亨利·保尔森和劳伦特·萨默斯，他们都是前银行家、对冲基金的经理和美国财政部长。还有本伯南、保罗·沃尔两个人呢，都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顺便说一句呢，就是储备金呢都是由这些人策划和救助并提出的。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讽刺呢？因为这些金融问题呢，正是这些人造成的呀。而这个储备金的解决方案呢，是银行自己给自己提供数十亿美元，而这些人居然表示说是为了稳定经济。但这听起来更像是巩固财富和权力的一种精心策划的举动。因为高盛集团去年的收入为23亿美元，他们收到了1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但随后呢，他们居然又支付了48亿美元的奖金给那些高层。
居然是他们收入的2倍之多，就很奇怪啊。而数字显示呢，华尔街公司为奖金和补偿福利呢预留了近200亿美元，甚至马里兰州的4名高管呢随随便便年终奖金就是1.2亿美元。尽管该公司本季度亏损超过150亿美元，他们居然还照常发奖金，这不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吗？这就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让危机出现并奖励那些高层的吗？而委员会控制世界经济的工具居然还有气候变化。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碳信用额度，也就是每行每业每个小企业每个个人的碳排放量都会有一个上限，如果超出额度呢，你就必须得缴纳罚款或者是购买更多的碳信用额度。想象一下，每个家庭呢都有智能的电表嘛，那它也会有一个这种智能的碳信用表，一旦你的碳信用额度用完了，你的暖气就得关闭，这样你就要忍受低温或者是购买更多的信用额度。那这些交易呢将由这些银行来处理。他们就说这个系统呢会拯救地球，确实也许有可能，但这也是一种控制人民的更好的方法呀，尤其是控制穷人和中产阶级，这就是剥削他们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要如何不让人民反抗这些改变呢？那就是精神的一种控制。那所谓的精神控制呢，不是通过使用化学或者是在水中放一些东西，他们所谓的精神控制呢，是微妙的说服你，分散注意力和宣传。但你不会因为那些你从未听过的银行家的宣传而屈服，他们的宣传方式是由你已经认识的人传播的。还有一个就是加密货币嘛，被视为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工具，而全球理事会呢，就利用区块链的技术，他们创建了 Unit Coin。正如预测的那样，每笔交易都会被记录和审查，而少数人呢仍在使用比特币等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但是他们搞出来就是有些产品你买的话必须只能使用 Unit Coin 交易，否则呢你无法购买。当然了，比特币兑现了其承诺，也真正的是点对点的一个金融现金系统，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的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商家接受它的话，那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跟所有商家用比特币买，人家不接受的话，那你就没有用了呀，你被排挤了呀。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想要做到的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话，所有的国家呢都将会被瓦解的，取而代之的呢是人工智能算法控制的经济特区。而这些算法呢是有助于推动全球理事会议的议程的。但是人工智能的作用不仅仅是推动政策，它还执行了政策。比如说那些反对理事会的人呢就会被驱逐出社会，并被归类为一种精神疾病。而迈克尔呢，他追踪了从比尔德伯格到三边委员会再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关系。他有证据证明这些集团呢是如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构建这个新世界秩序的。真相呢，他说必须被披露。现在所有的媒体呢，其实都被集中化了，但互联网上仍然是有一些角落呢，对委员会来说是隐藏的。许多被边缘化的人呢，他们都是通过暗网中的加密留言板呢进行交流的。所以迈克尔知道这些边缘人会把消息传出去的。当他完成为期5年的调查的时候呢，迈克尔就感到既自豪又恐惧。他知道自己有风险，他知道泄露这些信息呢可能会让他丧命，但他呢还是要坚持发布的。他认为呢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会公布一切世界的真相。而他说呢，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呢，俗称 CFR， 被誉为是美国最有权力的私人组织，它影响着美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各个层面。其成员呢，包括权力剑客、前总统、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以及美联储主席和媒体以及亿万富翁很多人。其中一些人呢，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比尔德伯格会议的成员。有较少的人呢，同时是这3个团体的成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呢，对政策持公正、不带任何偏见的看法，但其真正的目的似乎更为深刻。它是塑造美国外交政策为一个世界政府服务为目的的。所以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支持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但它还支持特别提款权。而这个特别提款权呢，是一种通用的记账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呢可以获得自由使用调动资金的一个权利。而亚洲呢，也在2016年呢也加入了这个组织。所以比尔德伯格的三边会议呢，以及 CFR 提倡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自由贸易，他们推动军事干预，以服务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利益等等。这些团体呢，可以轻易地奠定通往世界统治的一个基础。但你无法在世界统治的平台上赢得人心的。所以 CFR 的影响力呢，是超越了政治的。
他的影响力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呢，可以塑造或帮助他们控制人民的思想。他说，一个著名的值得信赖的面孔呢，是可以帮助编造一个故事的。他们会使用全球团结和全球社区等短语呢，让一个世界政府看起来非常的正常。例如乔治·克鲁尼呢，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政治呢？他说他就是 CFR 的成员。比如说那个安吉丽娜·朱莉亚为何如此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以及其人道主义的使命呢？他说他也是 CFR 的成员。他说他们会利用名人来说服你。迈克尔就说呢，不要让他们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让他们说服你，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不管你是否知道比尔德伯格、三边组织或者是 CFR 做出的决定将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它是没有透明度的。没有透明度呢，他说就没有问责制度。如果他们实现了目标，就不会有民主。所以多年来呢，全球理事会呢会逐渐的将宗教边缘化。他们突然就开始增加宗教财产税，并限制公众集会了。他们表示担心社会和谐统一的全球文化的必要性。所以在理事会的控制下呢，媒体将宗教信仰描述成过度或者是迷信。所以学校呢是禁止宗教教育的，因为它不具包容性。相反呢，孩子们被教导呢全球人民的各种美德。事实是，宗教呢是理事会控制之外的一个权威，道德和社区的一种来源。它给人们带来了与理事会世界观完全不一致的希望和意义。他们的会议呢，经常与重大的全球事件同时发生。尽管如此呢，迈向新世界秩序呢，还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而这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蜥蜴人所领导的，也说不定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强大团体中的人无论党派或意识形态呢，他们之间都不会相互憎恨和攻击，他们会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权力的集中和干涉主义。他们说他们的政策将带来繁荣和稳定。但我们看到的呢，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一场又一场的冲突的发生。几十年来呢，一直都是如此。他们控制了外交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混为一体的体系，以牺牲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人受益。这些集团他们会提出有吸引力的想法，全球合作更健康的人口更清洁的环境是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但是当这些想法来自于这些团体的时候呢，迈克尔就说你必须得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其实他们是想让我们分裂，因为他们知道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得这么做。所以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